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国庆档票房遇冷，震耳欲聋或成最大黑马，谭健次主演引期待。这个国庆档率先上映的几部电影，似乎票房和口碑都不太高。最好的志愿军、浴血和平目前票房也才刚刚2亿，而第2名居然是上映半个月之久的电影作品《731》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国庆档真正的王炸、真正的大爆款还没有出现。那么接下来会上映的电影里面，哪部电影最有希望成为大爆款呢？我个人觉得由谭健次主演的电影《震耳欲聋》最有潜质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主要是因为这部电影在这么3个方面吸引到我了。第一个点是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。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点单独拿出来说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故事往往都很戳人，往往都很震撼。之前徐峥那部《我不是药神》就是改编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最终这部电影不仅仅收获了31亿票房，在评分上也拿到了 9.0 分。这样的成绩足以证明真人真事的电影故事有多吸引人。而这次这部《震耳欲聋》和我不是药神一样，也是改编自真实的现实故事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也有这么一位律师，为听障人士提供帮助，替他们发声。这种选材自真实生活的题材，确实天然就有吸引力，天然就能让人共情。第二个点是，这部电影涉及的人群很抓眼球。现实生活中，正常的普通人找律师打官司都很难，而这部电影就将视角聚焦在了一群更难的人身上，他们就是听障人士。本身在现实生活中，听障人士就因为身体缺陷，他们的声音就不会被大众给听到，就不会被大众关注。而到了他们遇到麻烦、遇到诈骗的时候，他们的声音更难被大众、更难被法律听到。所以这部电影《震耳欲聋》将主角定位在这一群社会中容易被忽视的人群时，天然就能够让观众注意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在这部电影里面，导演给谭健次这个男主饰演的角色，也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。他是一个出生在听障家庭的正常孩子，打小他出生在这种听不到声音的世界里，他只想逃离，只想摆脱这个群体。所以等到他长大后，等到他成为律师后，他是最不想和这群人打交道的。可是命运就是这么凑巧，他拼命想要逃离的这群人，最后却还是找上了他。而且因为他的人生经历，他更能够理解这群听障人士，更能够理解这群被社会忽视的人群的愤怒。所以即便他不愿意，即便他想逃离，但是他最后还是坚定地站到了听障人群这一边，坚决地为他们发声。这种故事，这种题材，说真的很容易打动我。特别是当我看到谭健次这个想要逃离听障人群的律师，最后赌上一切为他们这群人发声，为这群人呐喊时，我真的很容易被激烈到。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，虽然破破烂烂，但是总有一群人在缝缝补补，总有一群人在发光发热。第三个点是演员演技上。这部电影中除了有谭健次这个好演员外，我最关注的还是这部电影中的一个配角，他就是王艳辉。大家如果记得的话，在徐峥那部封神之作《我不是药神》中，王艳辉也有精彩表现。而到了这部《震耳欲聋》中呢，王艳辉再次助阵，我相信有这种黄金配角出手，这部电影在真实性、在写实感上一定会提高不少。当然不只有王艳辉这位大惊喜，更重要的还是这部电影中有蓝希雅。从谍战剧《追风者》中的牛春苗，到《山花烂漫时》里面的女学生谷雨，可以说在年代一代女演员中，蓝希雅绝对是一个大惊喜，绝对是一个大王牌。
而这次兰西亚演听障人士还是和谭健次对戏。说真的，只看花絮里面兰西亚的手语情绪输出，我就能够感受到兰西亚的演技。而且这部电影中还有《生万物》里面的大脚娘池鹏以及潘斌龙等等实力派演员，可以说这部《震耳欲聋》确实有可能成为2025年最大的爆款。毕竟无论是题材还是演员选角上，这部电影都具备爆款潜质啊！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